观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我们频道，一起来欣赏7月20年甲级排球联赛。今天是12月7号的下午4点钟呢，我们在彰化师范大学的体育馆为大家进行的是今天的第2场比赛，将是由主场作战的彰化三大有限要来面对连庄排球队。画面上看到的是今天的2位执法的裁判第一裁判是陈姿琪，那第2裁判是曹玉。接着是2位司线员，包括了蔡义成以及吴振宇。好的，当然在今天的转播工作呢，将是我李秉敬以及我身旁大家熟悉的一路来为各位观众朋友服务。一路你好，秉敬大家午安。对，那当然2支球队在上个礼拜才打过1场球啊，但是最终还是由连庄以3比0击败了彰化三大有限。当然今天来到主场，我相信这个三大有限呢一定是卯足全力啊，想要在主场拿下今年对连庄的第1胜。是。那上个礼拜对于三大有限来讲蛮可惜的。其实，在第2局跟第3局都有领先的状态，而且是来到了最后阶段，但是这个门没有办法关上反而被连庄找到了空隙那趁机突破，那所以最终还是以0比3败给了连庄排球队。但今天是在这个彰化三大有限的主场，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活动。彰化三大有限的粉丝3宝们，你们声音在哪里？对，你们学生的声音应该可以再更大声吧？你们声音在哪里？对，很好，保持你们今天的热情。今天现场观众如果想要被大荧幕电视转播 tag 到的话，欢迎用你们的手机下载跑马灯 app。挑战时间如果有 tag 到你，我可以把它念出来。你可以许愿，但是不能许愿要钱因为我也想要。再来。借用一下你们的双手，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来的贵宾——中华民国排球协会理事长龚建荣先生。再来，彰化县排球委员会主任委员邱建富先生。还有我们彰化师大校友会会长张荣信先生。紧接着，让我们欢迎各队球员进场。我要跟各位借起你们的双手，掌声欢迎各队连庄的球员们。3号柯凯杰，4号庄泽玉，6号吕江耀凯，8号施中玉，9号施朗，10号高伟成，11号吴宗轩，13号林冠洲，14号吕庆宏，15号汪炳勋。16号队长张云亮，18号黄谦勋，19号陈冠明，20号宋国廷。领队连华荣先生，执行教练林丰庆先生，管理李梦涵小姐，教练简伟伦先生，教练吴新汉先生。再来，主题中势必要有我们特别演出。接下来一场惊艳的视觉飨宴即将展开，他们以无穷的创意活力，将深奥的数学理论融入日常他们可没那么简单，他们的演绎下，光与影交织成梦幻的画布，流动的光线仿佛数学的节奏。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数学系的荧光火球！好，麻烦场灯帮我全关。
再次谢谢我们的数学系荧光火球。而接下来要请各位观众把目光移到我们的荧光门的入口处。现场观众用你们最大的热情，欢迎彰化三大有限男子排球队入场。首先，1号林祖业，10号冯品恒。下一个是我们11号的陈义安，接下来是我们的老学长19号何东武，再来是我们62号的邱义祥。接着也是我们的大学长77号吴国强，再来是88号的钟北华，这是先发球员3号陈玉玲。再是我们南大的得分王5号陈恩德，然后彰化三大有限的灵魂举球员7号陈建廷，12号，接下来12号是我们的许晋凯。还没结束，接下来是我们18号的张廷翰。照片怎么有点像赖清德？再来是我们30号的赖建豪。最后是我们的33号队长庄振磊。也要介绍一下我们的领队谢依凤小姐，还有我们执行教练邱金志小姐，管理曾荣芳小姐，教练黄建伦先生。再次把最大热情献给我们的球员、跟我们的贵宾，还有我们的自己教练们。好，场灯再帮我打开，谢谢。好，也请我们的连庄的球员们，还有我们彰化三大有限的朋友们，我们来到我们的场中央进行我们大合照，也请我们的贵宾跟我们的执行教练，还有我们管理团队。来到我们台前跟我们球员合照，我们面向这边，我们面向这边。彰化三大有限的球员们帮我来到中央，连庄的球员们帮我夹在我们的彰化三大有限球员们的旁边两侧，我们混合在一起，感觉很像建成哎。请我们贵宾来到这里，谢谢。周姐，你要在旁边吗？周姐在旁边吗？好 ，OK， 好，对。好，帮我们看前面哦。哎哥，你还在？好 ，OK， 谢谢。所以，好，帮我看前面的镜头，我们来，我们先比一个赞好了。所以经典的赞。好，稍等一下，稍等一下。领队，不好意思，谢谢小姐，请。
我们再把热情掌声献给我们谢依凤小姐，也是我们的23大有限的领队谢依凤小姐。好的，那我们来比个赞，看前面镜头。OK， 3、2、1，很好，来再一张，比，用你们最大热情、最开心点，比一个爱心，任何爱心都可以。来，准备3、2、1。最好，感谢各位，谢谢。好，请连庄呢跟我们张大有限的朋友，请到旁边2座稍作休息，比赛即将开始。有请贵宾稍作入席休息一下。我们的比赛即将开始，各位再次拿出你们热情的尖叫声，揭开比赛的序幕吧。好的，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彰化3大有限今天的主场周啊，真的非常的用心的说，刚开场啊，数学系同学的表演之外呢，另外这个。特别这种灯光秀的出场，也让这个3大有限的这些主场球员，我想是特别有感觉啊。希望今天能够拿出最佳的战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连庄今天的先发球员包括今天的举球员是哲宇，那包括9号的施朗、6号的张耀凯、11号的钟轩10号的高伟成、15号的王炳勋14号跟16号是自由球员的庆宏跟阿亮。好，接着来看一下彰化3大有限的先发名单那包括7号的举球员介廷，那33号的子林，30号的建豪，那目前得分第2名的恩德，那18号的廷汉，3号的玉里，2位自由球员分别是靖凯以及义祥。刚刚有提到今年2队已经是有3次的交手，但最终都是由连庄带走胜利。而且3大有限呢，目前面对的连庄呢，不但是连续3场很可惜没有拿下胜利之外同时还没有在对方的手上拿下任何的一局包括前一场的交手，其实第2局跟第3局都有机会，但是没办法关门成功所以还是0比3苦吞了3连败。那今天回到了主场希望能够打出不一样的面貌。那 U 怎么看今天双方的交手？没错，我想对于彰化3大有限的选手来说呢，他们在面对像这种连庄，他们是整个全职业的像那个梦幻的队伍上。虽然说前一场比赛呢都是最后很可惜没有能够拿下胜利，不过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群年轻的大学队的选手在每一场的过程，他们的比赛的过程当中是越打越有信心。然后包括就是彰化3大有限呢，他们的举球员介廷在每一场的他不管是在整个举球的调度上面以及跟攻击手的默契上面，在每一场都可以看到是越来越有默契。那我想这个对于他们来讲是一个他们自己的信心会越来越堆叠上去。那因为我们企业联赛它本身是一个长达好几个月的赛事，所以每一场比赛呢，就是他们堆叠自己的信心跟技术堆叠上来看，哪一场比赛的时候能够真正看到他们开花成果的这个展现。是好，那这场连庄排球队对上彰化3大有限比赛开始。第一波的进攻马上打了 touch out， 对彰化3大有限主场作战，这是一个好的开始看一下介廷，马上交给了恩德，但恩德在前一场比赛面对到连庄呢，个人是独拿了20分那目前在整个得分排行榜当中呢，也是排在第2仅次于这个易凯。哇，这球 miss Q 了，要做快攻。对，举球员的出手是稍微快了一些彰化3大有限现在是连拿2分，子林的发球。双人拦网当中找到了空档，还是交给施朗。施朗在前一场比赛面对到3大有限呢，是拿下了12分尤其是双方第2次的交手施朗个人是独拿19分。漂亮的拦网，很快的连庄呢，将比分给追平了。来看一下建豪的攻击直接被钟轩给拦了下来。在一开始建廷呢，不断的把球喂给恩德。
画面上可以看到，像介廷这一种从4号位置举重大反向2号位置，一直都是彰化三大有限他们一个非常独特的绝活。因为这样子逆向的这种操作，其实让拦网者会非常难去取位。建豪发球，哇，转成直线，小高第一波的攻击呢，最后是落在界外，目前4比2。再一次，斜线被守住。再来，恩德啊，打长线。也是一个漂亮的 touch out， 彰化三大有限在第一局开赛气势如虹哦。好悲剧，哇！直上直下，交给钟轩。这使用的是一个距离差的战术哦。给球员举得比较平快一点。彰化三大有限在比赛的一开始战术做得非常的灵活，各式各样的进攻的套路不断的发挥目前6比3。轮到恩德的发球，这一球没打好，又是三大有限的机会。连庄抢 sport， 这个快攻被单人拦网给守住了，玉林。第50号下3号孙凯杰上。这时候把凯杰给调上来，目前三大有限7比3，暂时领先的连庄。哇！连续2波的进攻，连庄都踢到铁板。哇！回到主场的三大有限气势非同小可哦。蛮可惜的哈。那这像刚刚上一颗泽玉举的快攻跟凯杰上来之后，他们举快攻的动作都太过于明显了。对，那太过于明显，然后再就是球不够高，我觉得可以再高半颗到1颗都没有问题。是，哇，所以在比赛的一开始，彰化三大有限呢，目前是8比3的，逼得连庄先喊出了暂停。好，暂停回来，持续由三大有限来发球，恩德目前8比3。目前比数8比3，是恩德的发球。拦住第一波之后的进攻，还有连庄再垫起来。主持人就是他那个持球，对，持球。
哦，这次单扣啊要来防住钟轩啊，难度很高了。钟轩前一场面对到三大有限的，个人是独拿了16分，全队最高哦。目前4比9。还是喷掉了。廷翰的发球，那廷翰在前一场面对到连庄是拿了11分呢。后排来一个。 哇！廷翰，这位大一的新鲜人哦，他过去他在工商哦，这个弹跳力哦，就非常的好哦。目前11比4。做一个时间差，还有吗？掉了。 爬着网子过来的。小高的发球5比11。过往击坠。 低波快攻被拦住，连庄的机会，后排来一个要吊球，可是没磨好。其实这一阵子我们可以看到，连庄这边的2位举球员呢，在一直到目前呢，不管是跟2位快攻手，甚至在后排的部分，感觉好像都还没有找到一个今天攻击手最顺手可以出手的位置。哦，还是要交给施琅啊。那当然，现在连庄的得分呢，还是靠着施琅或者是钟轩2位啊。现在是王秉勋的发球。秉勋的发球。哦，突破，有了。哦，这种出其不意。小吊球拿到了这1分。 男人不坏啊，女人不爱。好，来看一下谢霆。3大的机会，再来。来看一下连庄非常精彩的拦网。想要走一个直线哦，不过出手时间点太过慢了，所以。 这颗球要打直线的话就比较难一点。凯杰刚刚有拦网，来看他的发球。啊，建豪啊，打得很聪明啊，直接利用对手的手啊，打了一个 touch out。这种开网的快攻啊，也是介霆非常擅长使用的一个战术。 没接好，修正。哇，不好攻啊！所以被3大的稳稳的守住啊。可以看到施琅跳起来之后还是有一点掉的哦，他没有在最高点的时候出手，是他已经开始要降落的时候才有办法去处理这个球。那这时候把观众给换上来。 在第1局3大有限呢，现在是取得不错的优势啊，15比7。哎，可惜这个发球偏了。发球出界，可惜张云亮的肚子没有碰到。现在轮到施琅发球。施琅的发球，施琅目前在得分榜上啊，还是排在第5位啊。哇，可惜发球长了。
哇，两边的发球呢都互相送礼了。目前比是16-08，彰化三大领先了好多红分。轮到赖建豪发球。 好，掉一个，还有，啊，这个开网进攻啊，挺汉最后是 no in。吕江耀凯的发球，9比16。 交给恩德，好一阵子没得分了。交给陈恩，可惜被拦网回来。好，来看一下恩德刚刚的进攻啊，哇，直接被守了下来。哇，来不及，已经上了观众席啊！不过连庄啊也是拼命的要来救这一颗球啊。啊，是廷汉的得分啊！刚刚观众啊已经在这个电子的广告看板旁了，是要小心。哦，还是交给最有把握的宗轩呢。对，目前连庄呢，在整个攻击的战术上呢，还是在宗轩这个平拉开的点，2号位置平拉开的点，他的得分的一个效率是最好的。哇，这个发球，宗轩直接再添1分了。在球队落后的情况之下，他要跳出来了。12比17。后排来一个，打了touch out，恩德这次把分数给要回来，打点非常的高哦。 挺汉的发球非常有威力，弹网过，后排来一个，还是交给高打点的施朗。冠州的发球5分差的比赛。 连庄再追1分回来，利用强势的发球哦。连庄的机会，施朗，双方剩下3分的差距了，来到了4成范围内了。快攻来一个，好友好的一传哦。好，玉林拿下了这1分。 先中断一下对方的反攻气势啊，19比15。现
在连庄这边呢，是在整个抢分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就可以看到他们整个攻击火力就非常的明显哦，就是集中在师长跟钟轩的身上。对。恩德从后排打了 touch out。 还是由三大有限呢率先来到20分哦。哇，所以一边有钟轩，一边有施朗，是。双翼齐飞啊！没错，而且目前他们2位是同时在前排的。对。 也都是非常有经验的攻击手。凯杰的发球，好球！谢霆这一颗举球啊，他整个隐蔽性做得非常好。对。哇，完全调开了拦网的球员啊！好，这时候把国强给换上来。 场边刚刚看到的是彰化三大有限的领队。哇，2号、4号都没问题啊。是，2号、4号还有后排。对，球施朗到哪里，球就给施朗。哇，今天在第一局的得分把握度非常非常好。 哦，这个单手举球修正回来之后呢，还是拿下的分数22比18。目前比数22比18。非常的轻松哦，可以看到建廷在整个举球的纯熟度上面真的是非常的不输这一些职业队的球员哦。 而且他在整个场上，不管是他的观察能力啊，以及他整个对于空间感的这种敏锐度，都是非常好的。好，易安的发球。钟轩刚刚 body shot， 马上跟对手致意啊。钟轩跟施朗啊，这2位真的是连庄啊。 目前在分数上能够咬住最大的这个关键球员。好，钟玉。 可惜没有touch是出界的。哇，现在剩下2分差，我们就提到彰化三大有限在前一次的交手啊，都领先到后半段，但是这个门啊，到底关不关得起来啊？好，23比20，玉林快攻。 出手非常的快，我可以看到球才刚举出来而已啊，在他的右边呢，就第一时间就把它处理掉了。还是交给钟轩在2号啊，打一个斜线的重扣啊。 目前在钟轩这边还是比较无解的状况，因为首先当然第一个就是钟轩他本身就是非常经验非常好的选手哦，那再来第2个就是他本身的能力，还有今天他跟举球员的搭配，算是他跟施朗间是这2位是跟举球员搭配是最顺畅的选手。没错，所以这个球就一直做给施朗或者是钟轩。那当然在第1局小高可能还没有完全打开来，所以现在在连庄的部分就是靠着这2位球员在撑着。 那现在场边喊出了暂停了，21比23，连庄还有2分要追赶。
暂停回来，21比23，宗轩的发球。后排恩德，好，这一球守住。吊球，哇！后面没有卡哇，可惜这一颗球应该自由球员哦，应该要扑下去，那颗球就可以接起来，有点犹豫了一点哦。近凯没关系，下球要守住，22比23，连庄剩下1分差了。还是硬打。球。谢霆这个球也是举得非常到位哈，可以看到虽然球已经到4米了，可是他对球的整个掌握度啊是非常好的。我们从场外可以看到，虽然这是修正球，但是他给的非常有速度。是，好，廷翰的发球，现在彰化三大有限出现的局点，24比22。哇，偏差蛮多的。是。那整个抛球的时候呢，就已经压到他的身体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下压的动作。关州的发球还是三大有限的局点。恩德的这次进攻踢到铁板，还是关不了门，2个局点都被连庄给化解。双方在第一局来到24比24了。哇，石郎哦，这个拦网动作做得非常的漂亮。这一次掉一个，被拨回来。恩德再一个机会，哦，这球判给了彰化三大有限，认为有这个 touch。连庄队请求挑战项目为拦网位触球。好，来看一下挑战啊，太关键的一个 play 了。平衡的粉丝啊，好，连庄挑战成功，拦网未触球。哦，那这边轮到彰化三大有限来挑战in over out。好，挑战比赛，现在。彰化三大有限请求挑战项目为界内球。这应该是2队在第一局当中都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挑战。哇，彰化三大有限2个局点被化解，那现在这个 play 呢，目前是对连庄有利，不过三大有限呢提出挑战啊。这是三大有限的应援区了。来看一下，最后是落在了界外。好，所以连庄化解了对手2个局点，现在拥有局点的机会，25比24。冠州的发球。好，国强的进攻有了，25比25啊！三大有限这边也化解了连庄的局点。学长上来啊！是，而且国强他虽然说身高比较矮，但是他在整个扣球的掌握度上是非常好的。可以看到他这一颗球，他不打大力，他就是打中间手的左手的外侧，让他去形成一个touch out。陈玉礼的发球。而现场最高品质季潇潇，目前比数25比25，第5，连续拿到2分了，就拿下了第1局。那双方现在是25比25啊，轮到彰化三大有限的发球，玉岭。
是让吊球啊！拿到了这一分。第2个局点啊，连庄。其实这颗球是有一点危险的，举得蛮靠网的。不过因为市长他本身的人够高啊，所以他还是有办法去化解这样的一个球型。王秉勋发球。好，吕江耀凯现在上来，秉勋发球，26比25，第2个局点连庄。恩德后排来一个，还有三大有限的机会，打了 touch， 在第1局打到26比26了。哇，两边都浪费了2个局点啊。接停发球，有破坏。哦，有 touch， 是。哦，市长还是非常有信心啊。要挑战吗？有，要挑战。中华三大有限请求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到底有没有触球呢？6个不要动，你越动啊，越看不清楚。有没有触球？有没有触球？王秉勋，王秉祥啊，王秉祥加油！王秉勋对你来说哦，这样是冰箱的意思吗？哦，拦网未触球，所以挑战成功。好，那这边轮到连庄要挑战界内界外，这刚刚反过来了。对，跟前一个挑战的状况是一样的，只是2队反过来了。梦话小姐，镜头带到梦话。台湾前国手，自由球员。我来看这个落点，哇，很接近哎，在界外。哦。哇，那现在变成三大有限再逼出局点。哇，刚刚我们看到邱杰啊拍拍手啊，当然彰化三大有限是出现了另外一次的机会点啊。好，暂停回来，来看彰化三大有限能不能把握住第3个局点，27比26。比赛非常精彩。好，持续由接廷来发球。哇，接廷发球没过，27比27。好，暂停回来，影响到接廷的一个发球的手感了。凯杰发球，哇，也出界，哇，两边发球又互相送分啊。这时候是最考验选手他整个抗压性。真的。国强，第4个局点呢，三大有限，弹过去，哇！再度交给吴宗轩接起来拿到这一分。宗轩跟施朗啊，哇，这2位球员啊，轮流跳出来了。就交给大学长来做处理。真的。好，施朗的发球。
文德有这一次斜线的重扣，29比28。一直互相交错，彰化三大再度领先，29比28。彰化三大这一次能不能关门成功啊？哇！结果 Miss Q 钟轩在紧要的关头，这一球没有扣中，所以在第一局最终彰化三大有线关门成功，30比28。双方交战的第10局，总算是由三大有线拿下，目前暂时1比0领先了连庄排球队。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欢迎再回到比赛的现场。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数学系的同学啊，真的是多才多艺啊！从刚刚的开幕表演到现在，哇，这个耍双旗。那当然，刚刚在第一局非常恭喜彰化三大有限啊，在过去3场面对到连庄啊，都是0胜，应该说1局未得啊，是0比3落后。那当然，在今天的第一局，我们看到双方的数据其实非常的接近啊。那当然，连庄是比对方多失误的1次啊，但最后那一波包括宗轩跟这个举球员的配合，差了一点点了，没有办法完成最后的进攻，也丢掉关键的分数。好，来看一下第一局啊，整个得分的部分呢，恩德是拿下了7分，廷汉5分呢，玉林3分。那当然在连庄这一边呢，就是宗轩跟施朗其实占了大部分的得分啊。那当然在第一局反倒是连庄的这个小高没有跳出来。好，恩德当然在目前的得分排行榜呢是排在第2名，在第一局也展现他的得分爆发力啊。其实第一局我们可以看到，在彰化三大有限整个他们不管是在从接发球端就相当的稳定哦，然后在他们整个的进攻面，除了是恩德跟介廷2位主攻手他们的发挥之外，介廷跟2位快攻手的配合也都非常的好，是，所以他们的攻击点相对于连庄来说就多了很多。那比较可惜的是连庄这边他们在失误的时间点都是在比较后半段关键的时候。对。好，一开始的快攻有。一个 B 快，第2局第1分。接下来让柯凯杰发球。凯杰的发球。好，吊球。哇，刚刚是举球员直接拔。哦，这边打了弹球，还是交给施朗。施朗稍微攻击的分。连庄的机会，后排来一个。好球！在第2局一开始施朗是火力全开啊。这个战术使用的非常成功哦，是使用2个双快攻啊，再搭配一个距离差，调开整个1人拦网，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做出手。这球角度带的太开，是球是举的已经比较长一点了哈，已经到标志杆的外侧了。那恩德这边如果他想要做一个小角的处理的话，其他的力道就不用这么大力，再小力一点，那小角就可以过得去。守住了第一波，好球，宗轩。哦，结果连庄在丢掉第1局之后呢，在第2局一开始是连下5成哦，也逼的场边啊先喊出了暂停，彰化三大有限。
连庄在第2局5比0的开局。在第2局，还是由子林队长来破蛋。这球救起来，抠死了。吕江耀凯已经整个手都伸过去了，侵略性非常的高哦。王思昂的发球再添1分。来看一下子林连拿了2分啊，这一次从后排飞进来。接下来是赖宪豪的发球。建豪发球2比7，长了。周姐当中追对，然后赖宪豪就发球失误了。周建豪。做一个掩护的时间差。少位，铁直线拿到这一分。交给王炳勋，快攻拿下这个。炳勋的快攻。这一局连庄在整个搭配上面就比上一局顺畅很多了哦。那如果连庄这边他们能够在快攻上面呢，再提升他们一个攻击的效率，那我想对于他们如果想要求胜的话，就会这个压力就比较不会说好像今天是三大有限的主场，反正是学生可能打得很嗨这样子。对，因为还记得吗？在第1局其实连庄的几次快攻都被拦住，所以最后就只靠着这个钟轩跟施朗啊，在2号、4号不断的来做进攻，打得也比较辛苦，比较闷一点点。哇，停看这一球还是发的太长了，10比4。接下来是1分钟的发球。好，关轴，这一次没过。目前是发球失误比赛1比1。接下来是陈玉林的发球。钟轩在后排，可惜。后排攻击出界。好，连庄这边提出挑战。项目为拦网主球。没有。场外有好多裁判，都说没有。好，来这里的小姐姐们，前方来的裁判汪明香，汪明是手感正的，把冰箱就扔掉了。1球都没有，很好，非常支持。看彰化3队最后4分。
最近在挑战的时候，场边蛮流行这样的手势，对，就是圈圈跟叉叉的手势。是看你是哪队球迷，对对对，就比圈还比没叉，错，很可爱。好，来看重播的画面，啊，差的蛮多的。对。好，彰化三大再添1分。好，没接好。中轩的第一波进攻被守住，还有，好，现在是4次了，是主审是判一个4级球哦。哇，过往击坠，刚凯杰直接拨，守住之后来看三大的进攻 ，touch out！ 哇，追到剩下2分差了。哇，所以我看到一开局啊0比5之后呢，现在逼到剩下2分差，反倒是连庄也喊出了暂停。过去5分，三大有线呢是拿了4分啊，而且是打出了一波4比0。玉林的发球出界11比8。平均发球。来看一下这个往上的争夺。确认一下，举球员是前排是后排的哈。公正球。因为现在介廷他是在前排的，所以他在网上是是能够合法的去做这样子往上争夺的动作。哇，这一次被拦住了。啊，这颗球施朗已经整个都跟到3号位置了，跟得很紧。对，施朗跟吕江耀凯。哇，没办法。哦，在第2局，连庄这一边呢，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守住子玲啊。好，钟轩直线的进攻啊，还是在界内。可以其实这个球可以再做一下调整，感觉可以再举进去一点因为中间这个后排攻击，虽然他从后排飞进来，但是他还是有一点挤到，所以可以再做一下调整。这一球也压在界内所以在第2局啊，彰化三大有线跳出来的是队长子玲啊。可以看得出来，彰化三大有线在这一局他们的战术很刻意的，并没有说一开始的时候就摆在恩德的身上，反而去做一个转移。对，
我们在现场听到这个球垂下去的声音，我觉得地板好痛啊！对，哇，钟轩，这已经是用锤的。嗯。连庄的机会，还是太开网了。还有凯杰救回来，施朗垫高，但是是3大的机会。哇，打点哦！哇，子琳在第2局啊，完全成了彰化3大有限的得分主力了。建豪发球，哇！好，在第2局，彰化3大有限的发球啊，出现比较多的失误啊。在追分的过程当中啊，这样的失误是比较可惜的。有打逼快。长距离的逼快攻，陈玉玲拿到这一分。接下来是2的发球。守住这个斜线的进攻，哇！但是连庄这边利用拦网啊。还是把廷翰的攻击给拦下来。对，球比较短一点哦，那比较短又比较靠网，那廷翰又是追击的，那其实他应该可以选择用可能巧打或者是反弹的战术，会比他硬打会来得好一点。啊，出界！哦，有摸到。护牌卡什攻击得分。接下来是张廷翰的发球。13比16，廷翰发球。哇，施朗在后排。后排攻击得分。冲进来的速度非常快哦。小心！哇，没办法，上了观众席啊，钟轩。哇，玉玲这一球还是太长了哇！彰化3大有限在第2局的发球啊，丢太多分了。好球，长距离逼快攻啊，效果还是非常好。哇，还是举快攻哎！而且这个球已经几乎到4米的地方，介廷还是很敢举哦。哇，凯杰直接拨，突破。凯杰小坏坏，20公斤拿到了这一分。目前比29比15，4分之差。连庄又利用这一波的拦网呢，再添1分，20比15。
诺恩德在第2局得分是比较熄火的状态，这时候需要他跳出来了。哇，这球界内啊，还是宗轩。 接下来轮到我们施洋发球。斯朗发球，21比16。好球！两个赖建豪，掌是最快的男人。建廷跟建豪的搭配啊。早上的进行球第50号下11号。现在3分的快攻都是打在这个直线上面哦，所以连庄这边可能在防守的位置上呢，要再做一下布阵跟调整。宜安上来发球，4分差。哇，如果第2局这个三大有限拿不下来啊，最大的问题在第2局他们的发球丢掉太多了。是，可是发球可以看出来他们是想要发长线，不过这个落差有点太大了，还是要赶快做调整。其实三大有限他们发小球的这样的策略也是不错的。哎，这边也发球挂网，有点掉下来的时候才打到球。终于。 早上的行程第5画下10号红品门上，7号下8号中丙画上。好，这时候品衡上来，另外丙画也上来。哦，这球拦住还有。 好，彰化三大有限的机会，好球，追了1分回来。哇，先挡住了宗轩的进攻啊，接着利用这一次的快攻呢，再追1分。反攻非常的快速哦，自由球员都还没有回位的时候呢，就赶快做出手。 哇，没办法，来不及。飞了过去，可惜没有把这球救了起来。目前比分23比19。哇，子林啊，已经是飞扑了，还是差了1点。宗轩今天已经拿下14分了。哇，第15分 S 球。 场边喊出了暂停的，目前连庄在第2局24比19，目前有5个局点。暂停结束。目前第2局来到了局末点，24比19。好，暂停回来24比19。宗轩刚刚利用发球直接得分，来看暂停回来的发球。 哇，这球最后是落在了界内啊，所以最终啊还是由连庄啊在第2局25比19拿下，双方2局打完，目前战成1比1平手。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
好，欢迎再回到7月20年的排球联赛，在第2局连庄最终还是以25比19抢下来双方形成1比1刚刚有提到，在第2局对于彰化三大有限最伤的部分光是发球失误的就丢掉了6分所以我想这是彰化三大有限在第3局要赶快弥补回来。那另外连庄在第2局除了进攻的这个把握度不错之外另外在拦网的得分也是拿了5分所以这样的部分这一来一回我想发球失误彰化三大有限多丢了4分，那拦网又被连庄拿了5分所以一来一回就差了9分那在整个进攻部分中轩还是拿下4分施朗拿下3分。那在第2局呢，那彰化三大有限的这边呢是靠着子林个人拿下7分，恩德3分，玉林也获得了2分。好，双方1比1来到第3局，凯杰发球，第一波进攻从后排廷汉，还是长了一点凯杰的发球，连庄发球失误，凯杰。目前比数1比1。由队长子林发球。子林在第2局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光在第2局个人就拿下了7分。守住了第一波，连庄再来。这一次让宗轩的进攻踢到铁板了。直线包得非常死已经整个站到这个标志杆的旁边了。对，在第2局三大有限没有任何拦网得分到了第3局，现在一个不错的一个防守。施朗斜线，2比2。施朗今天已经拿下了16分了。哇，还是硬锤施朗，非常高水准的一个攻击哇，这球救回来之后施朗还是敢打。好，这球没办法，没过。可惜这球连庄的球没有过去，戴建豪的发球。交给吴宗轩，一样老位置2号位拿到这一分。再来看一下宗轩在2号跟凯杰的搭配，这颗球就已经搭配的比前几局都还要来得好很多。但是我觉得以宗轩的能力来说，其实凯杰还是可以大胆一点再送靠网。因为宗轩是左手的球员，那球来的话，他顺势打，其实他的直线会打得非常有力。那如果球给他太开网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直线一个很顺手的进攻。这边的2号位攻击得分。两边的2号位都拿下分数。恩德发球，哇，喷掉了。这边施朗红牌攻击得分。宗轩在第2局有2次利用发球得分但是这一次的发球是挂网。应该是想要尝试一个小球不过他的力道上没有掌握得太精准。
压在了线上。哦，从第2局开始，我们看到连庄的快攻是越打越好。没错。哎，没过，在网袋的边缘弹了2下。哦，连续2次的发球哦，连庄都送分了。好，凯杰直接拨，被压回来。3代有限，再一次。连续3波，真的，一而再，再而三啊！哇，子琳这一波打得很辛苦啊。7比6，现在反倒是3代有限了，领先了连庄。是啊，太无解了。你看他这个跳起来的高度，他的头已经从我们慢动作可以看，他头已经快要到标志杆的最上面的红色的地方了，完全拦不到啊！连庄守住了第1波，施朗打轻的，修正后排恩德，连庄守住，哇，施朗！是老魏攻击得分，目前比数8比7。来看最后转成直线。王必祥的发球。施朗再来，这一次被守住。第2波还是找到洞了，是从2个人的中间好穿过来了，可惜介廷跟这个中间手的拦网在连续2次的拦网，在第2次的时候就没有先把这个中洞给补满。有 touch 吗？有。球。不要挑战，收起。不要挑战。不要挑战，好。好，对好。开始。现场的 DJ 搞错了。快攻有。这个女将跳起来，快攻拿到这一分。哇，巴黎下，挺悍。凯杰小心，不要被打到头了。哇，凯杰，哇，好险是打中了肩膀啊！这是庄子怡的发球。9比10。发球失误。发球出界。目前比数是1比9，2分之差。施朗在第3局目前已经得分突破了20分了。连庄的机会，再做一次给钟璇。这个球的搭配啊，对于钟璇来讲，他要打直线就可以非常的省力哦。
施朗的发球。 好，吊球被拦下来。到了完的3号3的有进了拦网，目前比数11-12，2分之差。好，这球直接被恩德压下去。发球挂网。 张三打的发球失误，接着吕江阳来的发球13-10。好，廷翰这次打了touch out。中间在空中等了大概有30秒，touch out拿到这1分，目前比数是11-13，回到了2分之差。 啊，这次的快攻节奏不太对，是给的稍微有点太高，而且没有速度了。所以彰化三大在第3局啊，整个拦网的状态比起第2局是好非常多。哦，单扣还有，我守住彰化三大的机会，后排子林。 出界了，可惜是打到球的屁股了哦，所以这个球没有办法往下压。宗轩的发球，宗轩今天拿下了17分。吼吼！谢霆跟招牌的开网的快攻，哇！而且你可以看到他给的快攻，其实我们快攻手最怕就是球没有速度。那高度如果太低一点也没有关系，那最怕就是没有速度。是。施朗在彰化三大追分的情况之下，他又跳出来，15-13。守住了第一波大包球。拿到了1分。 哦，连丝线员都要小心哦。恩德刚刚这个直线啊，可惜都在极限外啊。想要走直线，不过我觉得这个球是有点刻意转的太多了，因为我觉得以恩德他的个人能力条件来讲，其实他不需要去刻意做这么多转手的动作。 那原本呢，彰化三大有限是追到了1分差，那被连庄呢是打出了一波3-0啊，所以场边喊出了暂停。子林在彰化三大当中啊，那接发球到目前为止是最多的一位球员了。哇！暂停回来，发球失误。今天教练的不能比球员还
这一局两边的发球都稍微有点不太稳定哦，不管是他们想要发小球或是强击啊，在整个空间感上，似乎这一局抓的不是这么的好。是啊，还是找到中洞。这是从两个人的拦网的手上打过来的。好，建豪的 touch。第二个文章是最快的男人，这是终结部分。接下来是陈建礼的发球。人张启成第5号下8号施中玉上。好，这时候钟玉换上来。吕江耀凯下去休息。救的精彩，来看彰化三大这一次的机会，给队长子林。把球接起来，交给庄子林，拿到这一分。好，这球弹过去，还有。哇，喷掉了。交给吴宗轩，吴宗轩攻击得分，目前是19比16。来看宗轩这一次的进攻。更海杰的发球。这个球刚刚荧幕上有显示，已经将近快要100公里。好球，稍微转换一下攻击的位置哦，从4号位置呢加速度冲进来3号位置这边来做一个位置移动的战术。来看一下，施中的快攻，吊球拿到这一分。可惜这颗球建豪其实已经抓到了，不过他在整个拦网转身之后的动作有点太急了一点。20比17，施郎，哇，明显短了。哇，在第3局反倒是连庄的发球失误是比较多的。是，会不会是场地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当球员这么久，其实有时候真的两边的发球是真的会有一边比较顺手。那尤其我们在场内又有这个空调啊，还有一个顺风或逆风，其实或多或少有时候是真的会影响到。哦，这球打长了，出了界外，所以双方又回到1分差了，19比20。再度是交给于毅的发球。好，于毅换上来。哦，这时候场边喊出了暂停，19比20，剩下1分差，让场面更紧张了。今天连庄在接发球后的攻击啊，得分比例啊，逼近60%。今天的暂停回来，其实都有影响到这个发球员。是，来看一下于毅，两队都有这样的状况。没错。好，这次没有受影响。这次拦网可惜，最后是喷掉，是冠州拿下了分数。人生起的第5号下19号陈冠敏上。
这时候把冠名给换上来，秉勋下去休息，用高度啊在前排。钟玉发球，好守住，哇，非常的贴网啊，不好处理。啊，好球哇！这一波真的不得不赞赏一下彰化三大有限哦，他们从这个接球开始，对，接球的时候他是在2号位置这么短的一个距离贴网接了一个呛死包，再加上介廷他整个在空中几乎是贴着网子在举球，那这一波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波。还有飞身救球扑回来之后，现在是连庄的机会。再一次，还是交给把握度最高的钟轩啊！现在看这一次的救球，哇！22比20，钟轩今天的得分已经要逼近20分了。哇，在第3局连庄的发球。21比22，廷汉。有破坏。不是钟轩就是施朗。是，不过中华三大有限的这颗球蛮可惜的哈，因为自由球员其实已经站到位置了。23比21，冠州的发球。来看一下玉林快攻跟介廷的搭配啊。这时候再把建豪给换上来。羽翼下来休息。哇，这个斜线还是硬打，哇，要救但是没办法。好，两位报告，报告认真报。小心安全，球员小心安全。接下来是陈光明的发球，第3局来到了徐墨林。好，那现在来到24比22，连庄出现了2个局点，场边喊出了暂停，是彰化三大有限。彰化三大比较可惜啊，在第3局的后半段啊，一路苦苦追赶啊，最多就是差1分哦，没有办法将比数给追平。那现在先被连庄逼出了2个局点。场边的小球迷真的很可爱啊！看到镜头，马上跟大家打招呼。今天的球员朋友都非常的 open 哦，看到镜头都不会害羞，很热情。24比22，冠名发球。还有。连庄的呛死 ball， 吊球在界外，哇哦，蛮惊险的一球，很接近，很接近，教练都笑了，哇，真的很接近哎。恩特的判断也非常的准确，心脏够大颗，是，而且还有跟到位在放。施朗来啦！这一次还是把分数给要到，所以在第3局最后还是由连庄以25比23收下。目前后来居上2比1领先的彰化三大有限。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
欢迎再回到彰化三大有线对上连庄之战，双方在第3局最终还是由连庄以25-23拿下。当然，在第3局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数据比较彰化三大有线的改善了他们拦网拿了3分那在第3局反倒是连庄出现了6次的发球失误但是彰化三大有线自己也发生了9次的失误最终在追分的过程当中还是欠缺临门一脚以23-25丢掉了第3局。那整体的得分施郎单局拿下了11分非常可怕的得分比例钟轩是拿下4分，比均拿下2分，而在彰化三大有线这一边恩德拿下3分子林拿下了3分。另外，玉林也是拿下2分那反倒是廷汉在第3局的得分没有爆发。来看一下双方来到第4局。第一波的进攻容易。这一次拦住了施郎，我想对于彰化三大来讲，这个士气上会有所提升一定会非常的振奋。因为光在第2局施郎就拿了11分哇，施郎还是打了 touch out。那当然，对于施郎来说，他是一个经验相当丰富的选手啦。那这颗球可以看到，他其实是自己接发球，然后自己来打这个修正球。好，同样也是落在界外。来看这个掩护，最后进攻拿下了分数。子林的发球，今天拿下了11分哇，这一次钟轩被拦住。彰化三大在第4局展现他们的气势目前4-1。还是交给施郎这一次在2号位。哇，施郎今天已经拿下28分了，哇，没有包住，翻了。这个球抛起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是整个抛到他的整个头顶上，所以是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下压的动作。好，斜线的进攻守住。还有彰化三大的机会来了，后排来一个，余耀救球，好球！还有敢打吗？哇，还是被连庄的拦网拿下分数。双人拦网卡位卡得非常精准哇，不过刚刚看这个余耀救球过瘾这个是余耀救球的这个标准范本，对，教学版本。3-5。结果连庄这一球居然没有守住打点。哇，有点可惜在这个攻击的最后一拍是改变了出手的节奏。恩德今天拿下14分，哇，发球失误了，短。
连庄的 chance ball， 后排来一个，是一个立体的战术。对，前排的快攻搭配一个后排快攻掩护，结果是后排的施朗。好，斜线守住。 往上的争夺，还有彰化三大的 chance ball， 快攻 touch out。哇，真的哎，在。 双方只要在各自发球不顺的那一局，都会好像有传染一样啊。连续2波的这个发球啊，都是出手的点都太慢了。子琳把握住这一次的进攻。哇，凯杰拦到了界外了。 这一次，施朗踢到铁板，是哇！彰化三大非常的开心哦。哇，建豪跟介廷啊，所以拦住了他整个斜线的角度哦。因为在前域，其实施朗他除了首尾之外，他最擅长得分的地方就是斜线。那这局可以看到彰化三大有线他们在拦网上及时做了调整。 哦，连续2波连庄的进攻呢，都被三大给拦得死死的。目前10比6，在第4局，彰化三大4分领先连庄，场边喊出暂停。彰化三大目前打出凌波3比0、10比6，4分领先的连庄。而且这一阵子呢，彰化三大有些他们在发球的策略上是非常明显，就是球就是要发给施朗，让他接，让他不要那么顺畅的去做进攻。啊，可惜短了。那这一颗虽然是失误，不过他要发的目标其实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往施朗那个方向。 哇，这个斜线打得精彩，恩德。其实我们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看到恩德的后排了。哦，那第1局的时候看到很多，那反而是2、3局的时候是稍微熄火一下，看这一局能不能介廷这边再做一下调整。哇，介廷的发球破坏，把包压下去。还有。 哇，这次连庄的拦网非常精彩啊！凯杰在这几局，他在整个2号位置上面的拦网的卡位啊，还有手型都是做得非常好。哎，稍微拨了一下，拿下分数12比8，建豪。 中选喷了，
轮到施朗的发球，9比12。啊，施朗在这一局2次的发球都发生失误，是可能在抛球上面要做一下调整哦。感觉施朗这2次的抛球都是抛的比较头顶一点，因为他可以再大胆的往前抛一点，因为以他整个人的弹跳的速度往前追击球是没有问题的。好，这次的快攻连庄拿了1分，在空中做这个转身啊。钟玉，啊，已经先调开来了。哎，要挑战吗？是，我应该要挑战，可能有踩线的，是不是有踩线？连庄队提出挑战，挑战项目是足部犯规。好，这个球迷知道怎么比啊，是内行的。好，来看一下，哇，这我看的心脏好害怕，因为我们当球员最怕这一种球，最怕这种靠网球，就是大家脚全部踩在一起，然后这种受伤的几率非常高。万一踩到对翻船，对，所以球员自己本身一定要非常的有自觉，有这种球要非常小心。好，那挑战成功。双方剩下2分差了。哇，后排来一个好球！哦，子琳，啊，这个球也是完全调开了哈，利用 B 快攻啊，长距离调了一个后排的进攻。哦，没办法。最后还是靠着宗轩的进攻啊，追了1分回来。今天宗轩在2号位是打得得心应手哦，目前拿下21分。哇，宗轩的罚球失误。廷翰今天拿了12分，擦网进了，直接拨。连庄还是利用啊铜墙铁壁的拦网呢，守下了恩德这一次的进攻。廷翰在后排啊重锤，赶快跟学长致意一下。是，这种球路其实是廷翰他的一个个人的特色，而且看他不管是在打前排4号位置后排的时候，他这个面斜转直线加上手腕的这个加速度，这一种瞬间转向是他个人的特色之一。哇，施朗不会吧？直接定地板啊！
对，看网球对于施朗来说是刚好又可以更去发挥他的个人能力哦。哇，太夸张了！哦，这一次的快攻建豪，哇，气势再要回来，向前移动的快攻。 发球破坏，哇！结果两个人都要去二传连击。哦，这球差了一点点，再接哇！ 哇，宗玉，来看一下宗玉这个个人的拦网，哇，这个起跳的时间呢抓得非常的准哦。啊，打他球。这个攻击突破拦网，让队员们拿下。 19比16，子琳的发球。哦，这个球虽然是举得比较开网一点哦，不过因为以施朗他在整个处理球上面其实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啦。他个人的身体条件太好。对。 哇，施朗前面2次的发球出现问题，这时候是利用发球拿下分数，18比19，剩下1分差了。哇，球姐有一点点无奈的微笑啊。施朗这一点啊，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找到解方啊。 好，他球评判今天刚刚是钟轩，那现在是这个裁判老师。是。钟轩跟施朗。 连续的跳出来，19比20。恩德在第4局啊，哦，这个斜线的进攻啊，把握度是相当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2队呢，他们各自都有找到能够得分的 key man 跟这个战略。那现在比赛已经到后段了，那最重要就是双方这个时候，不要去产生一些无所谓的失误。是。20比21，还是靠着施朗的重锤啊，直接接喷。 子琳，再来看一下，先做吸引之后呢，哇，已经没有拦网手呢能够拦住子琳了。平汉发球，今天拿下14分。好，这一球接起来，敢打吗？哇！
哇，恩德没过，可惜。不过他这个球恩德他勇敢去出手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们绝对是值得去肯定的哈。不过当然，因为这个球他要出手的话，在整个空间上面也是比较有难度的。这边是利用凯杰的这个拦网手呢，去制造一个 touch out。来看一下，啊，打到了标志杆了。好，守住施朗的进攻。哇 ，touch out 逼出了3个局点，彰化3大有限。有机会形成5局大战。来看一下今天的双方得分前3名啊，恩德跟子琳呢拿了18、16分，廷汉拿了14分。那连庄这边当然是施朗跟宗轩啊双翼齐飞啊，各拿33分跟23分啊。当然今天小高可能有一点点状况，所以在第一局只打了大概1/3就下去休息了。彰化3大有限的前面3次面对连庄呢，都是0比3输球。那今天在主场作战呢，是有机会来到第5局。暂停回来，玉林发球，哇，又是算教练的。好，22比24，彰化3大还有2个局点。所以在第4局，最终还是由彰化3大有限以25比22抢下，真的要进入到5局大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
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打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欢迎再回到彰化3代有线跟联庄之战啊，有这个5局女王坐镇呢。那我们今天呢，果不其然，3代有线跟联庄呢要来到5局大战。那当然，画面上看到是双方第4局啊，我们看到彰化3大在整个得分比例呢是攻击率高达61%啊，是压过联庄的45%。那失误的部分呢，也比对方来的少了2次啊，所以最终还是以25-22啊，非常辛苦的拿下了第4局。那另外整个得分的部分呢，世朗拿了6分，中轩拿3分啊，宗玉拿1分。那在彰化3大这一边呢，子琳又跳出来拿6分啊，担任队长。那恩德拿4分，廷汉也拿3分啊。3大的得分主力呢，在第4局的表现是非常的平均。那今年的这个彰化3大的比赛2局啊，不是3局就是5局。那当然今天有怡如在，让大家看好看满啊，5局女王。大家刚刚看了一下，刷了5颗橘子，果真如愿了。好，在第5局的第1分，宗轩直接打了 touch out。其实，在上一局我们可以看到，在彰化3大有线能够拿下来，是因为他们最后在4号位置，不管是子琳或是介廷，他们整个在打这个直线touch out的手法，还有这个战略是非常成功的。那我们就是看他们这一局是不是能够再复制这样的一个战术。1-1，子琳的发球。子琳今天拿了17分了。啊，发球短。那子琳呢？过去3次面对到联庄啊，最多是拿8分啊，今天是一口气拿了17分啊。快攻好球。
宗辅上来呢是有展现他的关键的得分能力哦。换周。 宗轩发球3比2，好长了，没有包到球哦。第5局啊，其实选手都想要赶快得分，对，他有时候会在整个出手的节奏上就会越来越急躁哦。 哇！又被拦网成功。好，恩德这颗球蛮可惜的。虽然说恩德呢他是有身材条件的，不过他面临到的连中的拦中手，其实身高也是蛮高的。所以当他在面临高度够高的这个拦网者的时候，他要怎么样去改变他的手法，而不是说我起来我就是面向哪里打哪里。那很顺的打的话，对于有经验的拦网者来说，也会很好的来拦网。 哦，当然，对于彰化3代来讲比较可惜。啊，刚刚也听到邱姐还是不断的在鼓励这个球员们哦，非常年轻的这些球员们，当然面对到连庄啊，这一道高墙是不容易突破。那现在在第5局是处于落后的阶段，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呢，能不能收到效果？尤其是能够有机会这样拼搏到第5局，那每一颗球队的选手来讲，不管是心理素质，甚至技术上，对他们来讲都是经验非常可贵的。 哦，这一球在界内。郜玉这个位置给的非常的刁钻。介廷这个移动中的快攻啊，给的使用率相当高，不管是往后移动或是往前移动，因为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对于拦中手他要卡位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哇，后排飞进来啊，又是施朗。 哎，来看一下场边是不是要挑战？好，邱杰举起了拦网触球的牌子。项目为拦网位触球。 非常关键的挑战，那看的比较久。球迷朋友都在帮各自的支持的球队做一个信念上的加持。没错。邱姐。 一来一回是2分的差距啊，太重要了。拦网位触球挑战成功啊！好，那现在轮到
到连庄举起了界内界外的挑战牌。挑战项目为界内球。这似乎是今天的挑战的公式没错，一边拦网触球，另外一边就是要界内界外。好，现在分数是先寄给了彰化三大。哎呀，球迷不用害羞哦，镜头带到你的身上的话，就把你加油的这个牌子举高高，平衡。压线！哇，这个峰回路转啊！6比3。对于第5局的这个15分的分数来说，6比3跟这个4比5。哦，这样的分数就落差就蛮大的哦。对，而且心情上有影响。是。哎，好不，长了。33号下17号吴国强上。这时候国强上来，哎，发球失误。4比7，廷汉的发球。好，守住，垫高，再做给施朗，直接扒，还有，再一个快攻，施朗吊球，三大的机会，后排来一个，再守住，华亮。做给施朗的进攻，还有双方韧性十足，但是这一球居然是落在了界外。可惜啊，恩的这个想要走一个直线的一个小角度啊。哇，对于彰化三大来讲，好可惜啊，跟连庄的这个来回波打得非常非常精彩啊，但是最后是界外收场，双方要换边，目前连庄8比4领先的彰化三大有限。好，子琳再度上场，国强下来。哇 ，Monster Block！ 那吕江耀凯是拦网相当出色的中间手哦。那如果你在整个4号位置扣球的角度不够刁钻的话，对于吕江耀凯来说，对于他的拦网就会非常的容易。好，连庄的机会球啊，凯杰做快攻给吕江耀凯，没有问题啊。那连庄除了在第1局开始的这个快攻不顺啊，从第2局开始渐入佳境。那现在10比4啊，在第5局哇有非常不错的优势。好，后排来一个，恩德。哦，中圈要小心哦。
哦，对不起，是吕香耀凯。哇，是侧边飞了过去哦。发球失误，11比5。好，这时候把泽玉给换上来，接力开解。由上的庄泽玉来发球。廷汉的进攻啊，还是过长。好，这时候钟轩下来了，再把博廷给换上来。但拥有7分的优势啊，连庄这边在人员的调度上是比较有空间的。好，当然，这个教练呢还是给球员很多的鼓励啦。毕竟两边在经验上面、球技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差距。那过去彰化三大面对到连庄啊，都是0比3输球，连续的3连败。那这场比赛已经拼到了第5局啊，相当难得啊。那现在当然是比较大的分差落后。前巡这时候上来。冠州下来休息了。好，这时候还没办法换呢。好球，盯住我。连庄被停球，替补13号下18号黄天俊上。好，前训上来了。由彰化三大优先的陈杰平来发球。防守好球，可惜。哇，靖凯当然想要把球给垫高啊，不过直接打在身上喷掉啊，没办法。罚球失误。这一球弹过去，还有第2波的进攻，再救回来吗？第3个人没办法，可惜第3个人没有跟上做补位。是，好，那现在连庄来到14比7出现的 match point， 赛末点。
后排守住，还有，哇 ，Monster Brock 再见拦网，所以在第5局最终连庄还是以15-7拿下。最后经过5局大战3-2，再度击败了彰化三大有限，也取得了对战的4连胜，非常恭喜连庄。那当然，对于彰化三大来讲，很可惜主场作战跟这个霸主连庄呢大战的5局，最终还是2-3惜败。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赛后访问。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在场边为大家访问到的是联庄的教练跟2位球员。首先来请教一下教练了，今天我想对联庄来讲是打得格外辛苦啊，前面3次面对到这个3大，其实都3比0。那今天对方做了哪些调整，让你们今天其实赢得非常的不轻松？其实前面刚下去的时候，我们的接发球其实是没有很稳定的，然后加上这样搭配起来就会没有攻击手球就会比较难打嘛。那对面的拦网其实在做我们修正球的拦网其实是很扎实的，所以让我们的攻击手也没有到很好突破。那其实他们整体来说，他们今天的拦防布局还不错，这样。OK， 那另外还有球迷关心的就是这个小高部分，因为他有先发，但是好像是打了只有1/3局就换下去。那他的状况是今天有受伤吗？或者他觉得整体的情形没有调整到最好？今天他的状况他自己也有讲说他的状况没有到很好啦，所以后面就换林冠洲下去嘛。可是林冠洲下去就会变成他的拦网比较吃亏一点嘛，所以导致对面会打得比较轻松一点，那所以相对我们其实整体上就会比较难，就分数比较难拉开这样。OK， 所以对手今天其实打得相当不错吧？就是他们主场作战，整体是很流畅的。对 OK， 好，那我们请教一下凯杰哈。那凯杰今天第1局我们发现，在联庄这边的快攻其实没有打出来，那也都遇到对方的一个拦网。那怎么样做一个调整？从第2局开始，在快攻的得分的数量上面变多，那怎么样跟你的这些攻击的球员做沟通？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我们接发球的状况有稍微回来一点，所以我举快攻的次数会比较提升多一点。对，那从这个第5局，感觉大家都打开来了，那也感觉比较恢复正常。那谈一谈这一路从一开始落后，那到领先被追平，到最后第5局又拿下胜利的这一段，心情上的转变。其实心情没有到起伏很大啦，就是当下就是做好每一颗球，就是稳稳的就拿下比赛就好。好，谢谢凯杰。那最后还是要问一下钟轩，当然刚刚教练有提到今天小高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等于3个得分点少了1脚，那你必须要跳出来。你当时怎么样跟这些球员们来沟通？因为今天小高没有办法留在场上，你必须要肩负起得分的重任跟这个施琅。就其实，因为现在我们争龙头每场都蛮关键的嘛。那其实我们原本设定的点，然后少了一个小高，那其实自己也知道自己就是要更跳出来帮助球队啊，不管在发球啊或拦网或是攻击上面，就是尽量保持专注度在球场上这样。对，因为我还印象深刻，在第1局的最后一颗球，当然有一点搭配没有上手，那怎么样赶快把这个感觉再抓回来？就其实我觉得。就一颗就是沟通上的问题嘛，那其实下一局就是马上节奏找回来，那其实就是会打得比较顺啊，对啊，就是不会想太多啊，因为就1局而已，后面还有3局要拼嘛，对。所以其实丢到第1局那时候不是很担心，因为你们自己的实力也相信自己能够把这场比赛赢下。没错。OK， 好，那谢谢3位接受我访问，也恭喜联庄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那我们再把镜头先交给怡如。好，首先我们恭喜联庄在今天这场5局大战之中，最后是拿下胜利。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5局的过程当中，在第1局的时候可以看到在，联庄这边在整个攻击的一个模式上面呢，在快攻上面失误是比较少的，然后再加上施琅跟钟轩，其实在整个搭配上面也是有一点卡的。不过我觉得今天这整个5局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去称赞凯杰哦，他在整个5局的过程当中，他在整个调整上面呢是越做越好，然后再加上他刚刚自己有提到的球队的接发球状况稳定之后，他自己举快攻的，不管是自己的自信，还有跟快攻手的一个沟通的调整。那另外我觉得这就是加上联庄2位主攻手钟轩跟施琅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非常有经验的选手。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即使是在比赛过程中有失误，但是他整个调整上来的能力是速度是非常快的。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熟的选手他该展现出来的样子，就是他会有失误没有错，但是他的上下起伏不会太大，而且他调整的时间非常的快。对，那刚刚钟轩也提到啊，因为那1球的失误虽然是丢到第1局，不过他认为
这3局的比赛，就是5局3胜的比赛，所以还早。我想就如同一如讲，这是一个有经验选手，他们保持的态度，即使先是处于0-1的落后，但是他们还是对自己很有自信啊，认为是能够追得上来，而且从第5局整体连庄的发挥看得出来，双方可能在实力上还是有一点点差距。不过今天彰化三大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啊，从过去3场比赛都是0-3输球，到今天这场比赛跟对方大战的5局，也让场边这个。就是在整个赛季开始，他们的一个成长都是有目共睹的。其实他们的举球员介廷是一个非常聪明，而且很敏锐，而且他在整个球的掌握度是非常好的举球员。他很知道他的攻击手喜欢打什么样的球，而且很擅长把他的攻击手引导到可以得分的地方。那我觉得。是自己攻击手失去了节奏，那我觉得比赛已经结束，那选手可以去回想一下第5局的时候，这些攻击手们在想什么，是为什么自己会有在攻击的节奏上做一个这么大的改变，反而去造成自己的失误，那再调整一下，我相信接下来的赛季看到他们一定会有更好的表现。是的，好，那这一场比赛最终还是恭喜连庄啊，是以3-2击败了地主彰化三大有限。那当然在下一场比赛为大家送上的将会是金华跟中仙之战，也是双方在今年赛季的第1次交手。好的，那这场转播的工作也到此告一段，感谢你的加入，我是李敏庆以及我身旁的专业球评一如，祝你顺心，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